Hello，大家好，我是 Steven。今天我们保泰社区抗疫行动计划的 Community Partners Showcase 系列访谈，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和自由撰稿人 Yanni。今年2月起，Yanni是在嘉广中文台制作特别节目，追踪新冠病毒大爆发，关注因新冠病毒在加拿大带来的对亚裔歧视事件，以及最新的疫情动态与政策。Yanni 你好。Steven 你好。欢迎你来我们这个特别的环高兴可节。以来到你的直播室做客。是你跟我们讲讲看，这个节目到底是如何诞生的，还有就是报道了哪一些内容和信息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追踪新冠病毒大爆发，这个节目和你们保泰社区行动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当时保泰社区行动希望向加拿大政府申请一个项目的这个资助，那当时我在 RCI 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 我也向我们的manager propose 了这个节目。因为当时实际上在2月中，就是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加拿大疫情还没有开始，那个时候的主要的这个目标是说，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是始于中国的武汉，那当时很多华裔会受到一些压力在加拿大，那么他们可能也面临一些说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不管是保泰社区行动还是我们 RCI 的这个追踪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实际上当时都只是 focus 在华裔社区。但是你看从2月中到3月中就很快在加拿大就开始这个病毒就开始流行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也转向就是说在加拿大社区怎么样去控制。然后当然就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华裔受到的这种种族歧视和整体性的一种就是不安的这种感觉，它一方面要应对疫情，然后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就是华裔整体的社区的形象也好，或者是个人的感受也好，就是这2方面都是在一起的。那这个节目从2月份一直做到8月初，8月初的时候疫情有所控制，所以这个节目就暂停了。但是 RCINet.ca 这个我们还会有不同的这个关于新冠疫情在加拿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呀，政府的政策呀，这方面的一些报道。所以这个节目也是前后持续大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半年多，对对对。你们真的是开始的算是比较早的，在那个时候完全还没有到连第一波都还算不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比较多的就是关注在Chinatown 啊，还有就是那些在 Chinatown 的一些人和那些 businesses 那个时候的关注点还是比较狭窄一点哈。那特别就是在华裔的这个社区里面后来才是慢慢像你说的一样，整个这个加拿大的社会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也听到你给大家介绍了不少的故事。那自从这个病毒大流行以来呢，这个华裔的加拿大人也是遭受到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程度上来讲，有没有令你感到惊讶呢？其实在我最初听到这些故事，就很多的华裔会讲述他们自己遇到的一些受到歧视的故事，程度不同，有些就是 verbal 的这种 abuse， 但是有些就真的是就是动手会打人呢，就是涉及到伤害事件。我记得在2月底的时候，我的一个认识的不算是好朋友，但是认识的一位先生，他就在 Montreal 的地铁上，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然后就有几个人过来，然后看到他一个亚裔在一节车厢里，就真的对他进行了这个暴力的袭击啊。那他去报了警，同时呢也希望这个事情以就是仇恨罪来调查。那这件事情给我的震动就是很大，我会认为说我们以前大家会想象说加拿大这么多年这个多元文化呀，然后加拿大人平时在没有这些突发和紧急的这种特殊环境里面，大家都觉得说加拿大是一个特别平和和不会有这么明目张胆的歧视的地方。但是新冠疫情爆发，对于华裔，甚至不仅仅是华裔，就是亚裔长成亚裔面孔的人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威胁。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我的节目里还是采访了不少有受害人啊，然后还有就是保泰社区一项的这些行动里面的其中的保泰社区这个计划里面也有很多是跟这个
就是歧视行动、歧视事件相关的，所以呢，我也和他们有一定的合作比如说像吴瑶瑶啊、Amy Go 啊，他们都来过我的节目，就讲述说现在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会让大家对种族歧视的这个事情、种族主义这个事件有一个讨论吧，我觉得就是激起了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以前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离我很远，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就在身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契机，让所有的华裔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上看到一些什么，比如说在以后的这个我们的移民的生活里面可以更多的关注这类的问题，然后可能也需要，因为在这个时候华裔社区是有很多其他族裔在声援支持华裔，所以我也希望以后有这种别的族裔遇到相同这个处境的时候，华裔可以有一些行动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还要看，可是我希望他是从把这个一个特别负面的事情，我希望能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就是 silver lining， 就是可能会让大家意识到的一些东西，这样。是，我记得你曾经跟我提到过，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像你说的有其他的一些保台行动的其他的 partners 呀，我们互相也会有一些联系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会议。那你也跟我提到说，因为你自己是住在 Montreal 的，那么 Montreal 的华裔社区可能跟温哥华呀或者多伦多又有所不同哈。那当时你也讲到说，有一些华裔可能遇到像你刚刚所说到的一些这样的事件，不管是说这种 microaggression 还是说这种拳脚相加呀，有一些人好像不是很愿意去面对镜头或者面对话筒，谈论这个问题哈。对的，我觉得大家华裔里边还有一个特点，亚裔可能都包括在内，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愿意息事宁人，就是愿意这个事情让自己来消化掉。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方式只有每一个受到这种歧视，甚至就是意识到这个事件的人都站出来发声，都站出来说这个事情，然后才能会有一个就是社会整体的一个讨论吧。比如说保台社区计划里面抗疫行动计划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开通了一个网站，可以全面的让全加拿大的华裔亚裔能够在网络上去报告这些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比如说这种忽然有恶语相向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其实一下子愣掉了，可能那个反应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应，然后这个事情也没有闹到说真的要去警察局，就是真是个刑事案件，也没有那么的严重，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都可以到网站上去把你的经历讲出来，然后加拿大的联邦和各个省实际上他们都有反歧视的这些网站然后希望华裔和其他受到歧视的人可以去报告这个事情，以这些数据和报告为准。然后比如说以后联邦的政策、省级的政策才会有政策上的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数据的统计和事件的统计是怎么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儿觉得应该呼吁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上网站上去报告，因为也可以是匿名的，然后你只需要把你的经历写下来这样的话呢，就让大家更了解有这样的一些事件，然后可以左右或者说可以影响以后的这种政策的确立，这样子。是，我觉得就是谢谢 Yanny 为我们大家来宣传这个网站上可以分享故事的这样一个部分一个功能。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到就是 projectprotect.ca 是吧？那就可以去找到这个部分去分享你的故事。刚刚所说的也很对就是说讲述你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呢，虽然是比较难，开头难但是那是必须要跨出去的第一步，然后才可以有更大的这个社区的声音。因为相信我，如果你不说，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同样的这个遭遇。而且就是我记得在我的采访当中，曾经采访了一个急诊室的医生，他提到的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当你遇到别的人受到这种对待的时候，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要帮助他，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报警是不是可以站在他旁边给他鼓励或者安慰他，或者就是共同来对抗，就是当然是在你安全的这个
情况底下可以陪他一直到警察来啊，可以作证啊，就是所有这些事情你可以做的，就个人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还是觉得大家应该了解，然后在事件真的发生的时候可以有所作为，这样子。是，那作为媒体的一员来讲，你这次整个的这个特别节目半年多时间，也是接触到不少人和社会各界吧哈。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人啊或者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的，实际上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我刚才在节目开头也说了，这个是完全是节目的开始缘由完全和保泰社区这个抗疫行动 Protect Project 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那在我整个的节目当中呢，保泰社区抗疫行动他们的一些活动也是很主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行动的一些参与者和发起者，像黄佩金教授啊，还有就是像 Alan Lee 呀，像他们都是就是我觉得我感觉上心里蛮佩服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从事社区这些活动啊组织有很多年的这个经验和时间。然后我觉得像 Alan Lee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已经退出江湖了虽然江湖上还有他的传说可是他已经退出江湖的感觉吧这是李但是这个大为医生对，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他的职责那样的，然后他又站出来去发起这个事情。我也是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组织这些事情，还真是就是挺让我感动的一个事情吧。然后作为武林前辈和一代宗师的话，就去做这些细琐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的意义就是说，他们希望这个华裔社区能够调动起来，然后有新的这一批年轻一些的力量，就是以后真的他们退休了，就如果万一华裔社区需要一些其他的这个整体的行动的时候，可以有更年轻的这个对这个新生代可以站起来哈。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华裔社区就是本身新移民社区，其实也给我就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要在这可以说一下的，就是当加拿大的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2月到3月那段时间，3月我们是到3月中整个才 lock down， 那就在那段时间，从武汉开始有疫情开始，实际上所有的就是有华裔集中的城市，多伦多啊、Montreal 啊，然后 Vancouver、Alberta， 然后 Edmonton，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华裔的自助群体。这些群体就是完全，比如说原来一个什么旅行的原来一个什么自驾游的一个什么小组，然后忽然就变成说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帮助那些从国内回来的人，主要就是帮助他们回来以后怎么样去自我隔离，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聪明的那种自发的这种怎么到机场去接机然后开2辆车，然后怎么样把他们送到地点，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时间，不仅是很热心，而且是非常的 resourceful 然后比如说给他们送饭呐，帮他们做这些 grocery shopping 这就是说他们当时有一个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希望加拿大的疫情是从华裔社区传开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尽了他们很大的这个就是能力吧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我还是觉得蛮感动的。我觉得华裔社区如果是大家一起抱团的话呢，力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社区的整体的力量呢。然后从2月份开始，还有一个部分在我的节目里也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疫情本身，包括这个病毒包括疫苗的研制包括传染性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华裔的学者，比如像纪念大学的王培忠教授，他是我这个节目的一个怎么说来过好几次的一位教授，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他们也对御用嘉宾，他们也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然后还有心理学方面的，比如说Ryerson 大学的杨丽霞教授，他是心理学的教授，然后也给了大家很多的建议在这个节目里，然后中间会忽然有一些名人叫什么乱入，比如说我们的最后一期的嘉宾就是花样滑冰的陈伟群，就是他对 Patrick Chan， 然后他主要也是就是反歧视，他是和一个反歧视的行动一起的，然后中间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中间有一个时段，甚至每一次出来做daily briefing 的时候，别人就都会问他说，是不是加拿大存在这个系统性的歧视？那段时间呢多元文化部长。就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青少年部的部长 Shiga 曾经到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就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然后最后他说 OK fine。Yeah, sure, we have it 。就是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说呢，就是说也有一些，还有包括比如说像Ontario 的一些这个议员吧，他们到我们的节目来呢，我就有一个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把华裔社区发生的事情或者关注的事情来对，就是让他们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和渠道，我的感觉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你所就是倡导和主持的这个节目哈，也的确是做到了就是中文媒体来讲去服务就是加拿大华裔社区，表达他们的这个声音，和有机会说以一个社区的代表的形式去和政客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这种交谈，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觉得现在来讲，真的是第二波又重新席卷而来哈？我也是没有想到，我们第一波才刚刚结束的。对，感觉第一波好像似乎还没有走得很远。那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在全球范围内来讲，还是在加拿大本地来讲，其实真的是有点来势汹汹哈，我的感觉。那你觉得接下来作为一个华裔媒体或者是中文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议员呢，你觉得因这个中文媒体来说，应该为这个社区做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工作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当然就媒体的作用，当然就是最第一时间的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哈。比如说新冠病毒现在的，比如说疫苗包括这个治疗那我觉得因为基本上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中文华裔又对这个事情更了解，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知道，所以比如说基本上说戴口罩保持距离不要去参加太多聚会，这些大家都明白的，就是怎么洗手这些大家都了解的。但是我觉得信息还包括刚才我说到的疫苗和一些药物的治疗，就我感觉说让大家关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有点懈怠的感觉，又是第二波了，然后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要待在家，然后可能都会心理上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中文的媒体可以再给一些更多的这个关注吧，在第二波里面。然后我们 RCI.net.ca 是除了我刚才说到的特别节目，其实每一天都会有其他的这种常规性的节目 daily 的这些节目里面会有新闻的报道，比如说政府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啦，又给谁什么样的行业一些补贴个人的一些补贴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政策包括疫苗的情况等等，都会有更新的这个报道，这点上倒是还挺好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才会对接下来就是大家共同就社区集体一起来应对这次的这个第二波呢，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关怀和帮助那当然就像刚才Yanni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我们的网站，就是 protect.ca 上面不仅可以报告这个一些种族歧视的事件也可以看到刚刚所说的一些心理方面的帮助就是说经济方面帮助，各方面的不同的资源和其他我们的一些社区联盟伙伴的相关的信息的。那今天非常的感谢Yanni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聊聊就是你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心得和见闻那我们下面希望我们这个第二波呢不会太严重，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聊。真是我们同时这么祝愿也就希望大家都安全吧，然后都可以在这个疫情里面找到一些其他的怎么说呢，就是轻松一些的，可以让自己消磨一些时间的这个活动，能够保持这个心理的状态的，还是很重要的，我感觉。谢谢 ，Stay safe and well. Yeah, stay safe. Thank you. Bye.